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听起来很酷，但其实常常被大家误解的主题——智慧交通。很多人一听到这个词，脑袋里可能就开始播放科幻电影了，什么全自动的飞天车之类的。但我想告诉你，真正改变我们城市的技术革命，其实早就已经悄悄地在我们脚下的马路、身边的物流货车上发生了。而且这场革命比你我想象的都还要务实，也还要关键。我先来问你一个问题：当智慧交通这4个字出现的时候，你脑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什么？我想8、9不离10，应该就是那种设计感超强、全自动驾驶的电动车，在一个未来感十足的城市里安安静静的穿梭，对吧？这个画面很美，但它其实只说了整个故事的一半而已。今天我们就要来揭开另外那一半，我认为更重要也更贴近我们现实生活的故事。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当我们把镜头从一般大众的想象直接切换到产业界真正在打的仗，你会发现，哇，中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我们一般人期待的是那些光鲜亮丽的前端应用，比方说自家车、车联网这些。但实际上，产业界投入最多资源，想办法要解决最棘手问题的，反而是那些听起来有点无聊的后勤单位。像是怎么让物流更顺畅，怎么让马路不要再坑坑巴巴，还有怎么确保我们每天在走的桥不会突然间断掉。这些才是撑起一座城市运作真正的心脏。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第一个重点，就来看看这些超级聪明的新创团队是怎么透过数位升级这个方法，来解决那些我们每天开车等公车的时候都会忍不住抱怨的基础设施问题。好，我们第一个就要来看物流业。这个痛点其实超经典的，对台湾非常多的中小型物流公司来说，他们其实是卡在一个很尴尬的数位化困境里面。市面上那种便宜的 SaaS 软体，功能太过阳春，根本不够用。但反过来说，如果要砸大钱去客制化一套完整的系统，那个费用又高到吓死人，他们根本就负担不起。这个时候，像 Mycelium 这样的新创公司就找到了市场的切入点。他们的解法非常聪明，他们打造了一套模组化的运输管理系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物流界的 WordPress， 让这些中小企业可以像在搭乐高积木一样，自己组合需要的功能，但收费模式又跟 SaaS 一样亲民。重点来了，导入这套系统之后，公司的调度中心就能够及时掌握每一台车现在在哪里，甚至可以做到自动化派单。这大幅减少了货车在路上空转或是要远路的时间。这不只是帮老板省油钱而已哦，这对整个城市来说是直接降低了碳排放和不必要的交通拥塞。你看，这就是智慧交通务实的力量。OK， 讲完了物流的效率问题，我们把目光转到另一个更硬核的挑战——道路维修。传统的道路维修，我想大家应该都有经验，就是一个字：慢。它非常依赖人力，而且老实说，对第一线的工人来说，在车水马龙的大马路上工作，其实超级危险。这是一个长久以来很难被解决的结构性痛点。这时候，一间来自韩国的公司 Roboroad 就提出了一个可以说是颠覆性的解法。他们认为，光是发现问题还不够，重点是要能够马上解决。所以他们开发了一款叫做 MK1 的道路维护机器人。这台机器人配备了 3D 镜头，为自己去侦测路上的坑洞。一旦找到，它当场就用一种新的热塑性材料，直接把洞补起来。这对我们市民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代表未来修马路可能再也不用经历长时间的封路和交通黑暗期了，而是由这种小型的高效的机器人，在我们可能都没注意到的时候，就悄悄把问题给解决了。不过话说回来，要修补坑洞，前提是你得先发现它在哪里。但一座城市这么大，光靠路边那几只固定的监视器，或是等热心民众打电话去通报，其实效率非常低，覆盖率也远远不够。很多时候都是等到那个坑洞已经变得很严重，影响到交通了，我们才后知后觉。
Next，Integral 这家公司的想法就真的非常非常聪明。他们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城市里不是本来就有很多车在跑吗？为什么不利用它们呢？于是他们就把 AI 边缘运算的装置安装在我们每天都看得到的垃圾车、公车上面。所谓的 AI 边缘运算，简单说就是让这个装置本身就具备分析影像的能力，不用把所有东西都传回云端，反应更快也更有效率。结果就是这些车队在执行他们日常任务，比如说收垃圾、载客人的时候，就顺便完成了整个城市的道路巡检。这等于是用最低的成本建立起一个超级庞大而且能够及时更新的城市健康检查网络。这就让城市管理从过去被动的修补，真正走向了主动的预防。好，刚刚我们谈的是怎么解决实体的坑洞，怎么提升物流的效率。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我们要从实体层面深入到城市的神经系统，来看看数据到底是怎么让这些基础设施开口说话，进而让整个城市管理变得更聪明、更有预测能力。芬兰有一家公司叫 Roman Systems， 它的创办人说过一句非常关键的话，他说，重点在于把那些分散在道路、隧道、红绿灯和车辆之间的数据全部都串接起来。这句话其实就点出了他们的核心理念，他们要做的就是为整个城市的交通生态系统打造一个统一的数据视野。他们的做法是这样子的，首先，透过装在车子上面的 AI 视觉，让道路自己说话，告诉管理单位说，我这里有坑洞了，我这里的标线模糊了。接着，当隧道里面不幸发生事故的时候，这套系统能像时光机一样回溯所有的数据，帮助管理者快速厘清事故原因。最后，它还能够把前方的红绿灯还剩几秒，或者是有紧急事故的资讯，直接推播到你的车上。你想想看，当这些情报全部都打通之后，交通治理的层级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从过去的事后补救，直接进化到了事前预警。如果我们把时间的尺度拉得更长远一点，会发现一个更深层也更严峻的问题。我们那些最关键的基础设施，像是桥梁和隧道，其实正在快速地老化。这不只是一个工程问题，它是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公共安全。我相信大家对于2019年台湾南方澳大桥的断裂事件都还记忆犹新，那真的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这边有一个数据，你听了可能会吓一跳。目前全世界有将近一半，也就是50%的桥梁和隧道都已经接近了他们的设计使用寿命终点。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真的不能再用过去那种定期派几个人去桥上敲敲打打的检测方式了，因为我们真的等不起，不能等到灾难发生了才去行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像 Survey Monitoring 这样的公司就开发了所谓的结构健康监测平台。他们的核心技术叫做数位双生。你可以这样想象，他们在电脑里面为现实世界这座桥盖了一个一模一样的1:1的数位分身。这个数位分身会及时地24小时地反映真实桥梁所有的健康数据，从震动、倾斜度到应力变化，任何一丁点微小的异常数值都会立刻触发警报。这就等于是把基础设施的维护从过去那种定期的依赖人工判读的模式，一口气提升到了连续的由数据驱动的即时监测。对于我们这种基础建设逐渐高龄化的城市来说，这项技术真的非常重要。好，讲了这么多基础建设，我们还是要回来谈谈大家最感兴趣的自动驾驶。不过呢，我们这次要从一个更务实、更商业的角度来看看自驾技术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到底在哪一个领域最有应用的意义。答案可能会让你有点意外，不是你我开的轿车，而是路务业的大卡车。日本的情况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们现在正面临一个可以说是国安等级的危机——司机荒。有数据预测，日本未来卡车司机的缺口将会高达24%，这个数字背后代表的经济冲击预估可能高达10兆日元。这代表什么？货物运不出去，商店的货架上会是空的，
所以自驾卡车对他们来说早就不再是科幻小说，而是攸关国家经济的生存问题。不过他们的模式非常有趣，他们并不是要一步到位，让卡车从头到尾都自己开，他们采取的是一种很聪明的混合模式。首先，在路况最单纯、最标准化的高速公路上，就交给 Level 4的自驾系统来负责长途运送。接着，当卡车准备要下交流道的时候，再由人类的司机来接手。最后，市区道路这最复杂的最后1里路，就由人类司机来完成配送。这种做法就是把自动化的优势精准地用在最可控、效益也最高的场景里面。而且，这早就不是纸上谈兵了。一家叫 T2 的公司已经在日本一条长达5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达成了 99.7% 的自动驾驶率。这个数字非常惊人，它证明了这套混合模式在商业上是完全可行的。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智慧交通的革命或许不是从你家的车库开始，而是从国家经济的大动脉，也就是高速公路上的那些物流卡车开始发动。好了，聊了这么多案例，从物流、道路维护、桥梁监测，一直到自驾卡车，我想我们是时候可以来重新定义一下智慧交通了。它真正的意义其实是关于整个系统，而不只是单单一台车辆那么简单。我们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回顾今天看到的这些案例，你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逻辑。真正的智慧交通，它的核心已经从过去单点的技术展示，转变成了深度的系统整合。所有创新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像是交通拥塞、劳力短缺、公共安全这些真实世界的问题。而最聪明的做法，就像是把垃圾车变成巡检车那样，是去活用城市里现有的资产。这告诉我们，未来最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不见得是最酷炫的那一个，但它肯定是最能够解决真实需求的那一个。所以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来思考，在未来我们该问的问题或许不再是我们的车本身有多聪明，而是我们的整个城市系统有多智慧。这可能才是智慧交通真正的核心。从升级基础设施解决路有痛点，到用数据预防桥梁断裂，再到务实地让自驾卡车来解决缺工问题，我们其实看到了一条更清晰的发展路径。智慧城市的未来就藏在这些让整个系统变得更聪明的细节里。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智慧交通的真面目是透过系统整合来解决真实世界的基础问题，而不是单纯追求车辆的自动化。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希望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